信和置業用近11億奪得屯門海珠路住宅地，每尺地價3860蚊，高過上限37.8%，即係連發展商都開始慢慢進行翻發展，證明發展商都預計到樓市已經見底，做新發展仍然有錢賺，先願意用大幅高於市價嘅價錢去投地，所以香港樓已經走出陰霾。但事實到底係咪咁樣呢？大家好，我係阿米。雖然講個價錢係高過股價近40%，其實都只不過係3000幾蚊一尺。市場原先估計笪地皮係值1500到2800蚊一尺，只係個基數比較低。因為起樓發展除咗地價之外，同時要考慮利息加上建築銷售等嘅成本，所以我認為講做比預期上限高1000蚊會比較合理。不過而家個樓市又唔係十分之暢旺，咁究竟點解發展商願意用高過市值上限40%去買呢一幅嘅地皮返嚟呢？但係最少都俾我哋投資者知道，發展商係睇好後市先夠膽做。但係我認為呢單新聞最重要嘅並唔單單係價錢，而係發展商帶頭增加大眾投資住宅嘅信心。畢竟發展商之前仲喺度清緊貨尾，但係佢哋唔拍地發展，又俾大眾覺得發展商喺度睇淡緊後市。不過呢啲都仲係面嗰陣，因為呢一單交易其實對香港樓市係有更加大嘅啟示，所以我會喺呢條片會講有關呢單交易有咩值得我哋投資者關注嘅事項。我諗喺 YouTube 嘅其他 channel 都未必會用呢啲角度同你去睇樓市。想知道嘅朋友記住將呢條影片睇到最後，同時支持我嘅朋友麻煩你哋而家撳個讚先，不但可以表達對我嘅支持，同埋日後你都可以喺播放列表入面揾翻呢條片嚟重溫。最後，如果你都想定期接收對你財富有幫助嘅資訊，可以而家就訂閱我哋呢個頻道，接收我哋逢星期五上晝8點半為你更新嘅影片。而家馬上進入今日嘅內容。咁首先要同大家講下呢塊地皮係有咩基本因素啦。其實佢就喺友愛南巴士總站嗰度，個巴士站近嚟都停用埋，附近有風景園輕鐵站，即係俗稱屯門泳池三寶嘅隔離。不過呢笪地皮就唔算好大，只可以供應500幾個單位。但係都好過之前用資料月報去睇，扣除連300伙都冇嘅單支樓，係冇樓起嘅局面。不過呢個位置同發展商嘅目標都應該係用上車盤嚟做定位。28萬尺嘅可建樓面面積，除翻開525個單位，就大概500零尺嘅建築面積一間，開則都應該算係正常。不過就咁用門面睇，就唔覺得呢個發展用地有好突出嘅賣點，或者有好大型嘅發展。畢竟呢個地盤都唔算大，雖然係高價投地，但係都唔算一個好大型嘅投資。不過喺而家樓市咁嘅情況之下，都可以話係難能可貴。否則喺樓市斷層之後冇貨賣，個問題仲大。咁佢個位置就喺屯門泳池三寶嘅附近。咁我哋而家又睇下呢三寶而家嘅二手價錢大概係賣緊乜嘢價。不過呢3個樓盤嘅開則都比較大，所以而家4至500尺嘅兩房都係賣緊1萬蚊一尺左右。呢度我又用翻7至8千蚊一尺嘅建築成本。咁佢用成接近4000蚊嘅地價，大概就要賣到12000蚊一尺先可以回本。亦有人預計佢賣到14000蚊就可以得到合理嘅獲利。但係而家嘅泳池三寶都有成20年嘅樓齡，即使計佢新啲可以接受到貴1成嘅價錢，其實都仲有少少嘅日價先可以回到本。其實仲要貴多幾千蚊先可以達到呢個14000蚊嘅目標。咁根據信置嘅説話，係講呢個項目位置優越，交通網絡四通八達，背靠大灣區，極具潛力，為集團嘅土地儲備增添一幅上佳嘅地皮。我個人就覺得呢個位置拉到大灣區係誇張咗少少。講到大灣區又會唔會屯門碼頭嗰邊嘅潛力大啲呢？交通就得巴士同輕鐵，不過我哋做投資者就梗係唔係睇而家呢一刻啦。因為屯門南延線喺2030年通車，依家屯門泳池嗰個位就會喺屯門16區地鐵站，由呢個盤行過去新嘅地鐵站都係7分鐘，又唔使轉車，仲要樓齡新。其實喺屯門比較市中心嘅位置，就的確比較少呢啲嘅新供應嘅，所以我哋就要諗翻，如果有地鐵嗰度會升值幾多呢？就可以加翻個地鐵日價俾佢啦。咁個方法都好簡單，就係睇翻而家屯門站嗰邊已經有地鐵，生活配套完善，個價錢又係點樣呢？
我哋就可以睇翻離屯門站要行幾分鐘路程，巴士交通更加發達嘅舊屋苑，例如係屯門市廣場、時代廣場、錦華花園，都大概係10000蚊一尺。嗰邊計到最新得10年多少少樓齡嘅龍門，不但係屯門地鐵站嘅上蓋，仲有成個 V City 做生活配套，都係賣14,000蚊左右一尺。但係呢個樓盤有冇可能用到龍門嘅價錢去賣樓呢？呢個位始終離新地鐵站有一段距離，配套又差啲，都幾難講有地鐵之後可以買到龍門咁嘅價錢。所以喺呢一刻嚟講，唔好話14,000蚊，可能12,000蚊嘅成本價，係因為樓齡比嗰區二手屋苑新啲，或許可以勉強被市場接受。咁我哋就要諗翻點解發展商願意用呢個價錢去投地呢？發展商投地翻嚟就梗係想賺錢啦。所以唯一嘅解釋就係發展商睇好後市，畢竟發展商而家只係成功投得呢一塊嘅地皮。發展商收到塊地皮之後，仲要處理地基同埋要做一系列嘅工作，之後再申請動工到入伙，前前後後可能都要成4至5年嘅時間。當嗰個分析係啱嘅，發展商真係想用14,000蚊去買樓，咁大概佢嘅成本係12,000蚊，就係睇升多2,000蚊。呢2,000蚊比較翻12,000蚊嘅底價，其實都要升成16.67%。不過以4至5年嘅時間嚟講，樓市要升10幾%就唔係一個好進取嘅預測。畢竟樓價喺幾年之間都可以跌到近3成，樓市夠旺嘅時候1年仲可以升多過1成都得啦。而且樓市橫行5年嘅話，佢用12,000蚊嘅成本價賣樓都可以打和。即係代表發展商以悲觀嘅角度去睇，都認為樓價已經見底啦。但我認為呢塊地皮被高於市價成交都唔係一個最重要嘅原因，而係呢個發展商係信和置業。因為好多人都忽略咗喺呢幾年嘅樓市下跌入面，其實信和置業係睇後市最準嘅發展商嚟㗎，成為咗近年重大發展商嘅贏家。講緊樓市下跌嗰時，長實就喺23年嘅3月，用飛揚二期掉咗個深水炸彈去屯門黃金海岸嗰邊。今時今日啲人就覺得成哥有眼光，賣得早避開咗跌市。但係如果真係賣得早嘅話，就唔使叫做深水炸彈啦。如果買樓賣得夠貴，遇上樓價下跌，係應該買家遇上上會困難，甚至被逼撻訂。咁如果大家近嚟都有聽到新樓撻訂嘅個案嘅話，聽到唔少都係柏龍同海柏豐，咁個重點就唔係話呢個冇得輸嘅陳生輸咗幾多，而係你會咁啱發現呢兩個樓盤帶頭嘅發展商都係信和置業，而且兩個樓盤嘅樓花期都係超過2年。一般新樓都比較少用2年以上嘅樓花期，因為一旦賣出，樓價就會被鎖死。一旦樓市上升，賺嘅都係買家，而唔係發展商。所以當時嘅信和置業無非都係喺度睇淡後市。事實證明信和置業真係估啱咗後市。如果唔係嘅話，佢旗下嘅樓盤點會有咁多撻訂呢？加上信置用一個比較低負債嘅模式去經營，喺呢幾年嘅高息加上樓市下跌嘅時代之中，不但能夠安然度過，更加凸顯咗佢嘅眼光唔錯，係呢幾年入面眼光最準嘅發展商。正如巴菲特所言，潮水退去先知道邊個人裸泳。喺今次樓市下跌週期能夠交出最亮麗成績嘅就係信和置業，所以我哋都可以相信信置嘅投地眼光。我影片嘅留言之中都好多人中意拎某人某大師嘅角度講話唔相信我。事實上買樓嘅人都係成年人，我都冇需要你相信，我只係分享投資者嘅諗法。但係好多所謂嘅某人某大師講嘅嘢一直多年嚟都冇應驗過，只係咁啱遇上樓市嘅熊市就日日講跌而變得出名，其實根本都冇參與過樓市。係唔係佢哋講嘅嘢啱聽你就盲目去相信未來會大跌呢？但係信置作為發展商必然有參與樓市，而且係真金白銀咁玩。正如我啱啱所講，喺22年市況轉差已經佈局睇淡樓市。當然當年冇乜人係睇得出，去到而家先能夠事後孔明。但係而家佢喺呢一單屯門高價投地嘅動作，已經無疑地話俾我哋聽，信置呢個睇市最準嘅發展商已經轉頭睇好。同時信置嘅其他發展項目之中，例如發展中嘅康城13期同埋油塘通風樓項目，更加改到要成2027年第一季先係關鍵日期。不過信置都冇再用柏龍同海柏豐嘅長樓花期去鎖定獲利，暫時亦未見佢打算推出，改到2027年落成。
其實現時即賣樓花期都有1年半，都唔算太長。我相信發展商已經喺度睇好緊後市，各位觀眾都可以睇下順治呢個近年眼光最好嘅發展商幾時先開埋呢兩個樓盤，到時再考慮都未遲。以上就係我今日全部內容，感謝你費事將我嘅影片睇完。如果你都想了解更加多有關買樓投資嘅資訊，都可以睇埋左手邊嗰兩條影片。最後，如果你都覺得呢個頻道實用同幫助到你嘅話，記住訂閱呢個頻道，俾多個 like 我，同埋分享呢條片俾你嘅朋友睇。同時祝福睇到呢度嘅你可以早日達到財務自由。我哋下次再見面啦，拜拜。